我实名制举报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科陈娟贤主任医师把我5个多月的女儿早产儿心房隔缺损继发性圆孔说成当下必须要做的紧急手术，手术预判不准，术前沟通全麻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事实是做了全麻7个小时，进手术室总共9个小时。第2点，篡改病历很多漏洞。第3点，故意隐瞒手术当天中途多次抢救并为事实，并且当天做了2台手术。我们没有签字，我们没有知情。屏幕前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每一个心存柔软的朋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儿，我光是整理资料就忍不住掉眼泪。一个才5个月大的宝宝，前一天还在跟外婆撒娇玩耍，对着镜头露出甜甜的笑。可一场医生口中几乎没风险的微创手术后，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她叫小洛西，一个早产却被爸妈精心呵护的小天使。从走进手术室到被宣告死亡，短短13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说的入门级小手术，为何从预估3小时拖到7个多小时？家属全程被蒙在鼓里，直到孩子没了才知道真相。更让人揪心的是，死亡通知书和病历上的时间居然对不上，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疑点？今天咱们就一步步还原小洛西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看看这场悲剧最新的进展，希望能给这个可怜的宝宝讨一个公道的说法。故事的开头满是为人父母的喜悦和期盼。34岁的邓女士在今年5月迎来了女儿小洛西，虽然宝宝是34周加6天的早产儿，但在保温箱里短暂照料后就健康出院了。作为夫妻俩的第一个孩子，小洛西简直是家里的掌上明珠，爸妈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她。为了让宝宝健康成长，邓女士每月都会带着小洛西去宁波当地最权威的新生儿医院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做儿保。让人欣慰的是，小洛西特别争气，前4个月的检查一路绿灯，各项指标都正常，活泼爱笑，是个人人见了都喜欢的乖宝宝。可谁也没想到11月11日这次常规儿保会成为全家噩梦的开始。那天医生建议给早产儿加做脑部核磁共振、心脏彩超和听力3项检查。邓女士想着为了孩子好，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心脏彩超的结果出来后，全家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小洛西被查出有2处心房间隔缺损，1处3毫米，1处7毫米，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卵圆孔未闭。邓女士赶紧上网查资料，发现很多新生儿都有这种情况，小型缺损大多能随着成长自愈，中大型的也可以定期随访，再决定要不要手术。为了保险起见，她又挂了医院心脏科陈某贤主任医师的号，想听听专业意见。可陈医生的话直接给夫妻俩浇了一盆冷水。孩子的情况必须马上手术，不做的话会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可能脑瘫。邓女士当时就慌了，她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延后手术，可医生说多拖1天，孩子肺部压力就更大，手术出血风险也更高。还安慰他们说这是心脏手术里的入门级小微创，成功率高达 99.5%， 夸张点说200个孩子里才可能有1个不成功。一边是医生强调的紧急风险，一边是对孩子的无限牵挂，再加上对大医院和主任医师的信任，邓女士和丈夫没多想就同意了立即手术，还把手术时间定在了3天后的11月14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为了孩子更健康的决定会把小洛西推向死亡的深渊。11月14日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邓女士抱着进食1晚的小洛西走进了手术准备室。丈夫许先生拍下了女儿术前最后的视频，画面里的小洛西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虽然有点饿，但状态依旧很好。
谁能想到这会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健康模样。按照医生的预估，这场微创手术 2.5到3个小时就能结束。夫妻俩掐着时间算，下午1点半左右就能见到宝宝了。可从上午9点30分手术开始，手术室的门就一直紧闭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焦虑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在外等待的一家人。下午1点，手术没结束；2点，还是没动静；3点，邓女士已经坐立难安，腿都软了。她一次次询问医护人员，得到的却都是模糊的回应。打手术科的电话，也没人能说清楚情况。她不知道的是，此时手术室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第一次缝合操作不当，医生不得不拆除补片重新缝合。原本的小手术已经变成了一场耗时耗力的补救手术。直到下午4点多，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小洛西被推了出来。可眼前的景象让邓女士瞬间崩溃，孩子昏迷不醒，脸肿得老高，发黑发紫，舌头吐在外面，只能用胶带勉强粘住。但医护人员却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就是需要进 PICU 监测一下术后反应。听到手术成功4个字，邓女士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她以为只是术后正常反应，却不知道病历上已经把孩子的病情评估为病危，而这份关键信息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下午4点37分，小洛西被送进 PICU， 家属不能陪同，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晚上8点左右，邓女士听到 PICU 里传来抢救的声响，她疯了一样拍门询问，是不是我的孩子？可里面没有任何人回应。这种煎熬持续了2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03分，医院才冷冰冰地告知他们，小洛西抢救无效死亡。从早上7点进手术室到晚上10点离世，近13个小时里，家属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手术超时、2次缝合、孩子病危的通知。他们像傻子一样在门外等待，满心期待着宝宝平安归来，却只等到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痛失爱女的邓女士在崩溃之后，立刻要求医院封存病历，提供手术监控。她想知道那个医生口中成功的手术到底为什么会夺走女儿的生命。可当她拿到105页的病历复印件，看到的却是更多让人心寒的疑点。首先是时间上的明显矛盾，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小洛西的死亡时间是22点03分，但病历里却记录着22点20分许，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仍在持续监测。人都已经去世17分钟了，怎么还会生命体征平稳？邓女士有理由怀疑院方在伪造病历，试图掩盖什么。其次，手术时长的真相被隐瞒。医院后来承认，手术之所以拖了7小时10分钟，是因为第一次缝合效果不理想，不得不2次修补。但他们觉得这是手术常见情况，没及时告知家属只是沟通失误。可按照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手术中出现这么大的变故，必须及时跟家属沟通并获得同意。医院的这种失误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更让邓女士无法接受的是，孩子在 PICU 19点50分开始抢救，整整2个多小时，医院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病危，直到孩子没了才告知。她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在门外听到抢救声却无人回应的绝望，也永远不知道女儿在生命最后时刻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随着事件发酵，更多惊人的信息被曝光。涉事医生郑某贤此前已经卷入过2起低龄婴儿手术死亡事件。今年6月，一位13个月大的女婴在同一家医院接受她主刀的手术，当晚就宣告死亡。术前的时候都跟我们家属保证了手术成功率是99%的。最后事情结束的时候，陈前跟我们说手术是成功的，是顺利的。但是其实 ICU 的人就是跟我们说，其实你们孩子现在情况是非常差的，已经是休克状态了，瞳孔是已经散开了。相当于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是死在手术台上。我问他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家孩子的血管太脆了，跟他没有关系，希望就是卫健委能够重视起来，因为毕竟时隔才5个月。如果说他们从我们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训，我觉得洛西事件是不会发生的。还有网友爆料，2024年也有一起类似案例，只是被院方压了下去。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为什么这样一位有着黑历史的医生还能继续给5个月大的宝宝做高成功率的手术？
医院的监管到底在哪里？更关键的是，小洛西的手术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医学专家都说，多数5个月大婴儿的小型房间隔缺损处于自愈窗口期，而且小洛西术前没有任何症状，生长发育正常，根本不是紧急手术的指征。儿童常见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指南也明确推荐，这类手术的适宜年龄是超过2岁。可陈某贤医生却夸大病情，让5个月的宝宝提前承受了本可避免的手术风险。事件曝光后，无数网友为小洛西感到痛心，也纷纷声援邓女士一家，要求彻查真相。在舆论的压力下，11月17日，宁波市卫健委终于发布通报，称对患儿的不幸离世深感痛心，已经成立调查组，会客观公正地彻查此事。与此同时，涉事医生陈某贤被医院停诊，接受调查。院方表示，如果核查确实存在医疗过错，会依法依规处置。但对于家属要求调取手术室监控、解释病例矛盾等核心诉求，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甚至说没有相关视频，这让家属和网友都难以信服。为了寻求最公正的结果，小洛西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委托知名法医刘良教授进行尸检，而且是刘教授亲自操刀。熟悉法医领域的朋友都知道，刘良教授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2级教授，也是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界里的首席导师，专业能力和公信力都备受认可。选择异地知名法医进行尸检，也是为了排除一切干扰，还原小洛西死亡的真正原因。截至目前，尸检工作已经在进行中，而官方的调查也还在推进。邓女士一家表示，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彻查手术全过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让医院给出合理赔偿，并且吊销涉事医生的执业资格，不让更多宝宝再遭遇这样的悲剧。不过在维权的过程中，这对悲痛的父母还遭遇了网络暴力，有人指责他们不该同意手术，应该去更大的医院，甚至有陌生人出现在他们住宅附近，给他们造成了2次伤害。我想小洛西的爸爸妈妈比任何人都难过、自责。可当医生拿着专业的头衔告诉你，孩子不手术就可能脑瘫，哪个父母能冷静地拒绝？他们已经失去了最爱的女儿，承受着锥心之痛，为什么还要被这样苛责？5个月的小洛西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还没学会喊一声爸爸妈妈，就匆匆离开了。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更暴露了医疗领域可能存在的漏洞。术前评估是否严谨，术中沟通是否透明，医生监管是否到位，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这件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面对重大手术决策时，一定要多咨询几家医院的意见，尤其是给婴幼儿看病，更要慎之又慎，不要轻易被紧急、高成功率等说法裹挟，要主动了解病情和替代方案，维护好自己的知情权。目前，小洛西的尸检结果和官方调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我们会持续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希望法医的专业鉴定能还原真相，希望调查组能给出公正的处理结果，给小洛西一个交代，给他的父母一丝慰藉。也请大家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关注小洛西事件，让正义不会缺席。每个幼小的生命都值得被敬畏，每一场医疗决策都该慎之又慎。愿小洛西在天堂没有痛苦，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你是否也关注小洛西事件的后续？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可以分享给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一起为宝宝祈福，为正义发声。我是小薇，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这个应该开车。好。要这给俺盖一下子，给俺盖。那判断出来的是，没气的。
大宝宝的头是真圆呀！我看到你是吧？乐乐，来，哟！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